汉民主这个概念可能也是，我们还是要建立一个共同的一个身份认同，但是他没有想过，就是如果你用这个方法去把这个所谓中华民族把它统一起来，因为本来中华民族就本身也不是一个什么民族啊，只是在100多年前，你一些比较进步一点的人就是在想，我们还是要从帝国的历史中走出来。那从帝国历史走出来，还是要有一个新的概念嘛。那想不到就是100年之后，这个概念还是会倒退到更古老的一个根据，但是这个根据本身内部有多大的矛盾？现在我看国内也有一些人在说，好，你是汉人啊，你满洲人、金国的人这怎么算？这基本上他如果是把汉民主这个概念把它拿出来的话，就有很多不方便的问题出现了。中国应该分裂了，就看，对吧？你这个汉民族，那明帝国基本上是汉民族构成的一个国家。但如果你恢复明帝国的疆域，其实很多地方都不属于中国，台湾首先就不属于，然后新疆、西藏都不属于，都是应该独立。就是你要真的恢复一个汉族的一个民族国家的话，那你现在等于很大片领土都要失去了。其实现在的状况也跟明帝国很像，就很多类似的地方吧。但是我看就是这样子。历史的问题基本上他们是不能面对的了，已经不能面对。但是更大的问题是他们不能面对未来的问题。习近平他最多活到120岁，好不好？我觉得就是他其实现在很多的事情都是在表面上，就是比如说习近平他强调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概念，说在全中国的所有学校都要宣传这个概念。就是我们是一个民族，中华民族，所以我们必须是一个大的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样一个民族国家，对吧？哪儿都不能分裂，因为都是中国人，都是我们一个民族的。他用这种说法，很多都很虚，我觉得就没有实实在在的。你要能够给大家利益，大家觉得作为一个中华民族的一员是有好处的啊。共同利益，对，共同利益是一个比较弱一点的维护一群人的方法，共同敌人就很容易。共同什么？共同的敌人。所以中共就不是一直在制作他们共同的敌人嘛？没错。所以，但是这个还是有成本的。我常常说，就是每一个做法，每一个政策，你不要看它好像没有成本，它的成本可以很高的。如果从经济的角度去说，没有成本的事情，你哪管，你就去做吧。但是为什么有一些事情要现在才拿出来？就是因为他们已经没有其他选择，他们现在做的每一件事情成本都非常高。他们跟美国的关系搞得这么差，其实一个很大的代价。但是对习近平来说，或者是对中共现在里头的人来说，这个已经是他们最后的一步，没有办法了。他没有办法了。但是如果这一步也是走了，也搞不好他们本来的问题的话，他们再选择下去的东西，就会每一步都更加多问题做出来。所以他们是不是不知道？我不知道。我觉得他们也不是完全不知道，但是他们说那可以怎么样？对，他们其实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很多人不愿意承认的，就是共产党有一地方说对了，就是他说你们不能反对共产党，因为你反了共产党，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家就会灭亡，就是反党就是反这个国家。那么其实这句话呢，某种程度上没有说错，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中国是党国，这个国家之所以建立，就是因为有共产党，之所以能够维护到今天，就是因为共产党的这种专制。一旦没有共产党的专制，那可能这个国家就不存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家可能就要四分五裂。
我们看到海外的一些人士喜欢说，我支持这个国家，但是我反对共产党。当然你说这个没问题啊，就是你想法是好的，但实际上那就要定义你这个国是什么国。如果你指的是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么说实话，你反对这个共产党，那你要想好，没有共产党，确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可能不存在了。其实一直以来有一个话题，为什么要大一统？这个我们其实私底下还是有谈呢。你看香港本来700万人一个城市好好的，如果你上海一个城市不用管北京的话，你说我应该会活得更好吧？其实每一个地方，如果你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没有北京，你会不会生活得更好？其实可能会生活得更好。北京如果没有共产党，可能也会生活得更好。如果这样子推论下去的话，就以前很久80年代还不是说，为什么中国不能走联邦？是没有什么理由不能走的。唯一一个理由就是因为你如果只有一个党，只有一个共产党，当然不能走联邦制。但是如果不是有共产党的话，你要联邦也可以，你要多国也可以，好像欧洲那样子也可以啊。只是你看外面的世界，很多不同的做法。可能有些人他是这些比较穷困省份的人，可能他就会觉得，如果这个国家分裂了，你们上海赚了这么多钱不给我们，现在有一个北京政府会把上海的钱拿过来给一些甘肃啊，我第一个也想到甘肃，对，给这些很穷的地方嘛，贵州啊什么。但是如果这些小地方人会觉得说，我们要维持大一统，因为我可以继续的占你们的便宜，就是因为资源都在他们那边嘛。其实他们有没有想过，一直以来他们为什么这么穷，就是因为有一个大一统的国家。也有这种可能，对，也有可能发展不起来，也是因为有一个国家的错误的指令，或者是影响到他们的这个跟外部世界的交往。因为一直以来就是好像你说甘肃也好，贵州也好，他们里头最优秀的人才，如果出来了，还不是跑到北京去啊，还不是跑到外面的省份去。如果他们自己有自己的自主，可能他们会想一些事情。其实也有啊，我看贵州早几年，因为他们有很丰富的天然资源吧，他们做这个电力的发展还是做得不错，所以后来就不是做那个虚拟的数据库啊，其实他们不是没有事情可以做，反正他们人不多，能生产这么多的电力卖出去，做一点旅游业，可能他们的人均的 GDP 可以很高的。如果他们想想，我觉得大一统的支持者，跟就是想要把中国分裂瓦解的这些人，他们的这个背后的观念有一个很大的差异，就是现代社会、现代科技文明的社会的思考方法和大一统人士的这种想法是不一样的。其实大一统人士还是停留在封建时代的那个，我们统一个国家，我们就不会打仗啊。就他觉得有一个皇上，有一个中央政府可以来指挥、来分配资源，觉得这是最好的。可是现代文明的思考是说，不需要一个人告诉你怎么做，或告诉他怎么做，他怎么做，不需要你来分配，我们自己互相这个市场来运作，来互相分配，寻找各个地方的这个比较优势。然后双方去做生意，当然也可以合作起来援助一些地方，像欧洲，就是大一统人士他不相信人民的创造性和人民的自主性。你用欧盟的模式也可以有独立的国家，还是有资源的重分配。对，你不一定要有一个这样子专制集权的统治才能做得到的。所以为什么他们要把外面的世界要把它封锁起来？因为人家一起看到外面的世界，想一想就觉得，好像有一点什么不对了。对，其实我以前也是就坚决反对台独然后就因为从小受到这样的教育嘛，就觉得怎么能够独立呢？就甚至就觉得你要敢独立，我就支持共产党打你。但虽然我对共产党也有不满，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要站在共产党这一边。就是以前我也是有这样的认知吧，就是后来所以这个接触了这个外部世界，然后看到这些历史，看到这个其他国家的这个现状，然后去分析，其实是观念上的落后。我就是刚才不是我们在开始之前论坛嘛，我觉得小粉红这个现象，这个概念，我说现在香港人就很排拒。不单是小粉红，基本上所有关于中国大陆的事情，基本上都抗拒。那我明白这个感情是什么一回事，我自己也曾经经历过这样子的想法，但是有某一个时间，我就一直在想，如果不是我们去争取更多的人支持，就是不同的想法，那我们还不是也变成好像小粉红一样？只是对象不一样吧。更直接的说，就是如果能把更多的人改变过来，不用再让他们从这个中共的洗脑摆脱出来，这是不是一条路？那你就要看，或者是这个不能做的？我觉得你要看这个香港人的善意，对中国人的善意能不能打过共产党对他们的洗脑。对啊，就是这个问题，就是说你用你的善良，你用你的友好，能不能改变他被洗脑的这个大脑？这个能不能？我这有一个疑问，我这就看人，我觉得就是说，如果是知识分子，如果是有开放的头脑的话，你都不需要展示什么善意，他能够理解香港的处境。香港人也从来就是不需要对我多友好。但是我也能够理解的香港人现在的处境，甚至香港人对我歧视，我都觉得你们是受伤害的，是受到压迫的人，所以说你们有这种反抗的这种想法啊，或者仇恨的想法，我都是理解的嘛，就是受害者嘛。这个也很有意思，因为我有另外一个想法，就是我们要从这个受害者的角色走出来，因为真正的强大。你不可以有这么一个包袱在你后面。没错，你说的是对，就是说你要去斗争，你当然就是说不能有受害者的这种觉得自己是什么都是应该的啊，还是需要自己去努力。但是事实是你们确实受害者，这是一个事实啊，我们只是陈述一个事实。所以说你只有受害者身份，别人才能去帮助你啊。就是你说你自己不是受害者，这也不现实嘛，就是你还是需要全世界来帮助。曾经有这个经历，这个是真的，但是我觉得就是已经过去5年，我们现在又改变一下我们的那个态度，就是好，我们现在就要把我们强大的一面拿出来，要做一些层次出来。就像你刚才说的，就是说在海外，香港人有这样的社团啊、组织啊、连接呀。把香港人这个身份认同，能够让影响更多的香港人。在香港的加拿大人，就是港裔加拿大人就有30万人。对啊，这个数字很庞大，而且其实他们其实可以有很大的影响力。30万人在加拿大算是很大，是一个中等城市人口啊，就等于。所以如果这30万在香港的加拿大人，拿加拿大身份的、拿加拿大护照的香港人，如果能够对加拿大的政府有什么影响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影响是甚至能够改变加拿大的外交政策。对啊，对，所以说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力量。现在在英国、加拿大就比较明显，但是好奇怪了，为什么在美国也有一帮香港人这么积极的去做事？因为大家反而有一个概念，就是如果我们要改变这个局面，必须要首先改变美国政府。我们这个意思还是很明确的。我看到 Hong Konger 这个词已经现在进入到了就是加拿大的这个人口普查里边，然后他给你里边有这个选项，有的选项已经开始出现，很多国家都有开始有选项，就是一个身份的认同。然后当你有这样的一个凝聚力之后，你在做什么事情就可以有更大的力量，没准能够在香港能够抵抗中共的这种影响。未来啊，特别是在中共自己内部都已经着火了，都已经不行的情况下，对，他可能就在香港的这种控制就会减弱。那这种情况下，香港人提前都已经布好局了，都已经全世界
内部外部都已经连接好了啊，就是真的这个有境外敌对势力扶持的，那可能真的就能够推翻在香港的这个中共的统治。所以这个历史是很中共本来我们香港没有什么概念要对中共做是什么事情啊？2019年之前，我可以大胆的说，基本上大多数香港人，我们的基本上唯一的要求就是我们可以继续做香港人。那你现在把我们逼到一个状况，就是不做中国人了。那好了，我们就不做中国人啊。对，这是你自己做出来的。其实这种民族认同在这个学术界在研究这个民族发明的时候，其实也是提到了，就是说有外部的风险和威胁的情况下，更能够刺激一部分人形成一个自己的共同体。其实中华民族这个概念也是因为日本入侵才形成这个中华民族。否则大家我跟你是说的语言也不一样，习俗也不一样，信仰也不一样，说什么都不一样，我凭什么跟你是一个民族啊？因为我们共同有一个敌人，对吧？所以才慢慢形成。那个时候，大多数人的这个身份认同还是从这个语言去建立的。哦，我是广东人，哦，你广西人，我听得出来，我们差不多。我们都是两广啊，这大概会有这样子的想法，没有想到哦，中国人哦，这个因为那个时候都是就叫清国人嘛，大清帝国嘛。对，大清帝国，因为它是帝国统治，所以它的那种就是差异化非常明显。甚至晚清的时候，就是美国传教士说，在中国的度量衡全部都是混乱的，就是没有统一。一串钱在各不同的地方都是不同的重量的。所以说因为它帝国统治，所以它没有形成大一统。你看似它是一个专制大一统 ，OK， 在政治上是，但实际上在民间社会是非常分散的，就是各地有自己的自治。这个本来是帝国的定义嘛。对，没错。你刻意的把帝国里头不同的人把它要统一起来的话，他就反抗了。而大清帝国没有这样的实力，做不到。但是后来，直到中华民国开始试图去这么做。然后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功了，所有人都说一样的话，所有人都穿一样的衣服，所有人都崇拜毛主席，全都变成真正的大一统了。所以说，对你刚才讲到的这个，再回到古代的这个，就是在大清帝国或者是在前期，我们都是不同的民族，甚至不同的国家。这个也是我自己个人有一个矛盾，就是香港这个运动是不是一个民族主义？我认为是，我也觉得是。这个就变成我自己是有一点矛盾。其实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就是民族主义看你是不是有利于这个地区的人民，还是被一个专制者去利用的口号压迫别人的这种借口。这个民族主义和香港的民族主义或者台湾的民族主义和今天共产党所推行的这个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虽然都是民族主义，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区分开。中共的民族主义是一个假的民族主义，它是打这个民族主义的旗号，想要继续的维持它的独裁的统治。但是香港的民族主义或者是这个台湾的民族主义，它是从下而上的一种自发秩序，就是人们自己有这样的一个认同感，他不需要说是上边命令你必须是这么做这么说，否则你就是汉奸，否则你就是卖国贼。他不是这样，他是自发的。我们应该维护我们现在的这个我们共同的价值，或者共同的这个独立于其他地方的这种地位。我觉得这个还是有差别，一个是从上到下的，一个是从下到上的。其实本来中共现在的民族主义在五四运动之后，本来当时候是由下而上，对，后来就给一个政权拿下来吧。香港如果已经走上这条路，也不到我什么担忧不担忧，反正这个是现实。但是这个现实也反映一件事，就是这不是因为我们对外有这么大的一个问题，就叫中共，所以香港人的答案就是好，我们就建立出来我们香港的民族主义。但是这个代价还是蛮高的。当然这没有办法，这是宿命嘛。那其实还有一个点，除了刚才我讲的从上到下和从下到上的这个差别以外，
还有一个差别就是说，看它是不是符合现代的普世价值。即使是民族主义这个古老的，其实也不古老，它也是100多年吧，就对，18世纪开始在欧洲出现的。那这个理论，其实看它符合不符合现代人民现代的文明，就现代的文明价值观。如果说我们这个香港或者是台湾或者任何地方，或者维吾尔或者是什么地方啊，那我们要形成自己的民族主义，对吧？民族主义要对抗的是现在的共产党的专制。我们为什么要有自己的想要独立啊，或者想要不让你管呢？就是因为你是在压迫我们，剥夺了我们的自由跟权利，所以我们其实这个民族主义是在想要恢复香港的自由。那它跟现代的国际的这公认的这种价值观能够连接在一起，那这个民族主义就可以带来好的地方，不是坏的地方。包括从法国大宪章到后面的这个威尔逊主义，这个美国的讲的这个民族自觉的权利啊，包括甚至联合国宪章也明确规定民族有自觉的权利，自己决定自己事务的权利。所以说，如果香港的民族主义或者台湾的民族主义，任何地方的民族主义可以跟国际的这个主流价值观吻合，那这是好事啊。我们不是说这个民族主义是为了实现一个专制啊，我们这个民族主义实践是让我们每个人能够自由啊。可能这个推广香港民族主义的同时之间，我们就不要忘记了，同时之间也要告诉每一个人，我们到最后还是个体，个人主义还是很重要。当然，所以但如果有共产党统治，你没有个人的权利，这就没有个人主义了。基本上这个，所以我们争取香港民族主义，是因为我们要争取继续做一个完整的个人。对，我觉得这个事情一定要强调。对，OK， 谢谢。好，这个做谢谢，写出还不错的。好。